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A，欢迎收看 A Class。今天呢，就是不同以往，我们过去主要是拍摄户外或者是生活 vlog。今天呢，我要介绍一个科技产品。那主要是呢，这个星期Samsung它推出了他们最新的折叠手机 Z Flip 3。然后我想说，就是我自己用的是第二代的手机，就是 Z Flip 5G。所以我想要就是大概用了8个月吧，我想要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到底要不要买折叠手机，然后它的利跟弊，以及就是它第二代跟第三代的差别。那我先介绍一下我本人好了，因为我本人自己呢是一个Samsung的 fans，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介绍呢比较不会是那么主观，但是呢，我觉得买手机就是这样子。如果你今天是果粉的话，你一直以来是用 Apple 手机，你可能就不会去考虑 Samsung 的手机。但是我自己觉得 Samsung 的手机呢，就是一个非常 fancy 的手机吧，因为我自己买手机一直以来我都是看外观的。然后呢，所以我第一支智慧型手机是他们的 Note 1，就是他们过去呢是我不太确定其他厂牌有没有，但是它是把就是那个 S Pen 嘛，就是有点像是过去另外一个产品 PDA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， 就是掌上型的那个手机，结合了 iPad 跟结合的那种 tablet 跟 smartphone 的一个 idea， 但是那个产品呢，它的 life cycle 非常的短，就是可能上市没多久。没有什么人用过，它就不见了，然后被现在的智慧型手机取代。那 Note 1那一支就是因为它有一个手写功能，然后大家就觉得很新奇，所以就是很多人的购入。一直到去年吧，它去年的时候，它最后一个产品是 Note 20，它之后呢就把它融入跟 S 系列，它的 S21 合在一起。那今年呢，这个折叠机呢，我必须说，就是他们一贯以来呢，都是把一些设计走在别人的前端。所以呢，我必须说，如果你今天可能不一定考虑Samsung啊，你可以去想想看，未来如果有折叠手机，你要不要买？那首先呢，我觉得第一个重要的就是它的体积，就是你看一下，我拿 K 的手机 ，K 是Google 的 Pixel 4 XL， 然后跟我的这一支 Z Flip 5G。你可以比较一下，这个尺寸就是我是它的1/2而已，而且其实你仔细看它的厚度，它折叠起来的厚度没有想象中的多，就是这个是有加手机壳，然后我现在用这支没有加手机壳，主要也是有一个原因，是因为它其实不太需要手机壳，因为它在上一代，就是它第一代的时候，去年2月出的吧，第一代的是 4G 的版本，然后那的它并没有加强它的外壳，所以它现在有了外壳，你就会感觉到第二代它的外壳是已经有被保护过了。我有想过要买手机，可是我觉得它还蛮坚固的，它就是已经有一个，你看这边仔细看，它会有一个内凹的感觉，有一个外壳包覆。我摔过它一次，在蛮高的地方，然后没有怎么样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还不错。体积绝对是一个最大的优势。然后呢，尤其是如果你今天像我一样，我本人非常不喜欢带东西出门，我出门唯一带的就是手机跟卡夹。所以呢，让我来测试看看哈，这台手机呢，绝对可以非常方便的塞入我这个手机我的口袋里面，非常的简单。但是相较来说，如果我们拿这一支 Google 的 XL 的话，就会有很大一截露出来，尤其是如果你今天的口袋并不是那么多的情况下呢，非常的不容易。还有啊，就是会比较常发生在女生身上，就是现在呢，时尚嘛，大家想要买小包包，然后你就会发现说，手机都放不下这包包，然后还要另外拿在手上，就非常不方便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今天有这只手机，完全不用害怕，因为呢，任何的包包都放得下这只手机。像我这边，我平常很喜欢带这种，就是没有感觉的包包，然后平常就是一个卡夹加一只手机，轻轻松松的就放在里面了，就完全不需要去调整它的位置。
然后你也不用去量尺寸，说，这个包包多大，我手机放不放得下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，如果今天换成 Pixel 的 SL 的话，放进去也是 OK 啦，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内容可以再装别的东西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尺寸的，像如果你今天的包包是这种圆形的尺寸的话，一样嘛，就是轻轻松松的把卡夹还有手机放进去。可是呢，问题来了，如果你今天是一般尺寸没有折叠的情况下，这种圆形的包包，比较畸形的包包就会露一截出来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对女生来说，折叠手机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。那除了体积之外呢，我这边要介绍，因为它折叠的关系，它这个呢是一个类似脚架的东西。如果你今天很喜欢自拍的话，就是你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脚架，你不用随身携带，就是三脚架或者什么的，你就是可以随时立在那边，帮自己或是朋友自拍。然后它的角度很多，它可以就是它可能到一定的角度可能就没有办法支撑，但是它的角度可以很多，它是没有说极端式的，它就是各个方面都可以。然后有到一个角度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。整个方式呢，就是做自拍来说非常的方便。然后呢，再来第三点就是它有一个视窗，在折叠起来的时候，你还是可以轻易的看到你的讯息。然后你可能它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显示出来，但是你可以看到你的讯息，然后你再决定你要不要把手机打开。所以基本来说，它也可以帮助你减少使用手机嘛，应该是说帮助你呢更能在工作上专心，然后你可以透过这个小荧幕去检查你有没有比较重要的讯息。那以上3点呢，就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点。那如果你觉得今天这3点都对你来说不重要的话，那你可以很好，你可以省下这一笔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我用到目前为止，我其实想不出来它有什么不好的，就是缺点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它太贵。它这支原价呢大概$1500，我不太确定确切的价钱。然后它的优惠，它刚出来，去年8月的时候刚上市，然后一直中间我想说。我大概发现这只手机可能是已经10月了，我想说那我等到黑五来买好了。结果发现呢，就是 Thanksgiving 的时候，它完全也没有什么 discount， 最多才折$100而已。我想说$100有差吗？就是1500跟1400的差别，所以后来又继续等。然后呢，在中间就看到了好多韩剧，我觉得韩剧就是一个影响我买手机的一个因素，因为你知道吗？我那时候刚好看了2部韩剧，还是3部韩剧，每一部韩剧都有一个不一定是主角，反正就是有一个配角，都会拿这只手机，然后我就会开始跟 K 碎碎念说，你不觉得这只手机很好用吗？我觉得这只手机真的看起来很漂亮。然后呢 ，K 就会说你买啊，你买啊。然后我就会想说，这个价钱还是太硬了。一直等到了大概今年1月的时候，我就突然发现了，就是我几乎就是我好像也没有特别设定吧，可能是因为 Google 会帮你记录一下，它会有一个 price， 如果价钱有波动，它会提醒你的那种推播功能，然后它就突然跳出来说有那个 price drop， 然后我就赶快去看，我就发现它有一个 promotion， 然后它就是主要是它本身价钱有变低一点点，然后我刚好上一支是 Samsung 的 S9， 那一支我用了也快差不多2年，然后我就想说那可以 trade in 一下，我就发现它 trade in 的价钱非常好，因为我那一支手机已经快2年了，居然可以 trade in 到$400还是$450，我就觉得机不可失，然后我又加上 K 的这个学生的一个使用他学生的 email， 然后呢加起来就是折上折，我最后大概花了$700左右购入这一支，就等于对折。然后后来我陆陆续续看，其实它的价钱没有很大的波动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手机就是可能是因为新科技，所以它价钱还是蛮硬的。除了价钱以外，我找不出它有其他的缺点啦，就是其他必须说，因为我不是一个就是用手机很
重度的人，我没有常常拿它来玩游戏或者是看影片。然后，所以我觉得它对我来说够用了，拍照、传讯息，然后还有使用一些 social media 之类的东西。其他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，主要是它里面内建的记忆体大概是265GB，基本上这个容量对我来说也是蛮不错的。那接着呢，我要讲的是就是第3代出来了，那它们的差别是什么？那其实第3代呢，它折叠的东西基本上都差不多。那主要我觉得有差的是它在这边的地方，它的小视窗变大了，就是大概切了1/3的地方作为小视窗，然后你可以看到更多的讯息。我觉得那个也不错，因为你完全不用打开手机，你就可以看，就是可以看到你的讯息的内容，这是好处。那第2点就是呢，我其实比较喜欢第2代的设计，是因为它这个比较偏雾面的玫瑰金、古铜金，我不知道这个金是这是什么样的颜色，对，它是比较雾面的。那它新的那个有点像是钢琴烤漆吧，就是有点反射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它的颜色有点像是它神送它前阵子出那种冰箱马卡龙色系。所以如果你对那个颜色很喜欢，它有很多选择啦，颜色的选择很多。如果你对于颜色都 OK 的话，然后还有对于它新的设计你都 OK，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，可以购入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价钱变低了。就是我唯一的 concern 在第2第2代的时候，价钱就是觉得太贵嘛。它现在定价变成美金1000块，就是整整便宜了大概500块吧。然后加上它现在又有促销，因为现在是 pre-order， 然后你可能到8月底的时候可以拿到这只手机。所以整体来说呢，如果你有 trading， 不一定是要神送的手机，你也可以是 Apple 或是其他的它的 trading 的方式。但是这个 trading 的方式好像是只有在美国才有，我不太确定。对，可以 trading 手机、平板或者是手表，然后可以兑换，就是抵消拿到新的手机。所以整体加上来的话呢，你还是可以拿到不错的折扣。所以价钱绝对现在已经不是，因为可能他们技术变强了，然后他们成本取得也变低了，所以呢，这只手机不再是那么的昂贵，大家都可以取得。那未来呢，如果你可能觉得想要等其他像是 Apple 出新的折叠手机，可不可以入手？我觉得可以。有一些人会说它中间这个折痕很烦，但是我自己用到现在，其实你可以发现啊，就是这边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很明显的凹痕。但其实如果你萤幕亮了之后，加上彩度之后，你完全不觉得它是一个很烦的东西，它完全不会对你在阅读上有任何的困扰。那以上就是我的介绍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